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有一种来自1亿年前的远古生物，它的牙齿像粉碎机一样锋利，它的身体百毒不侵，它能把自己变成一个气球，让捕食者无法下嘴，或者直接用体内的剧毒与捕食者同归于尽。他目睹过恐龙灭绝，见识过泰坦蟒称霸，打败过巨齿鲨，甚至是现在称霸地球的人类大魔王，也只能和他打个平手。他会装萌，发出哼唧哼唧的声音，就像在挑逗，来呀，人类吃我呀！一个是1亿年来都没有对手的致命毒球，一个是1万年来灭绝数百万种生物的大魔王。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拼死吃河豚。河豚很暴躁，扔下去一只鱼，瞬间切割；再来一只有甲壳的虾，和鱼的下场没什么两样；来个更硬的螃蟹，依旧没有悬念；继续升级，来个螺丝，它就像嗑瓜子一样。科学家说别试了，它这口牙连珊瑚都能直接给嗑开，吃里面的珊瑚虫。再来个易拉罐，它也能像吃饼一样一口一块。再来根铁丝，它也照吃不误。看到这里，我只想说，大家千万别拿手指去试啊！有一个叫做弗雷泽的科学家，他还发现河豚的这口牙就像鲨鱼一样，可以不断的换牙。很多动物都能换牙，唯独人类一生只换一次。弗雷泽在河豚体内发现，它的换牙基因非常简单，就像人为设计好摆在那里让你拿一样。感觉弗雷泽很激动，就像恨不得马上把这种基因移植到自己身上试试一样。在北京换几颗牙都能买一辆宝马了，估计这位弗雷泽嘴里也停着好几辆宝马吧。河豚的牙齿太凶了，捕捞河豚的行家们都有一个规矩，那就是河豚上岸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它拔牙，要不然它在水箱里会咬死一切能动的东西，包括自己的同类。真的是牙好胃口就好，吃啥啥香。河豚的体型不大，最大的也就半米多，最小的只有一颗玻璃珠那么大，游泳速度也不快。那碰到体型很大的捕食者要吃它怎么办呢？于是河豚进化出第二个武器——气球。被袭击的时候，它会立刻吸入大量的空气或者水，把自己变成一个圆鼓鼓的刺球，吞不下，抓不住，真的很烦。比如这只鳗鱼，把下巴都要弄脱臼了，还是吞不下去。还有凶猛的石斑鱼，也只能无奈的顶这个水球。还有外星人章鱼哥，他抱着一个大水球，满脸的无奈。再比如这只水鸟，这东西完全不按常理出牌啊。还有这只老鹰，我可没学过怎么抓气球。更大一些的生物，鲨鱼、金鱼，这个时候河豚就不是卡嘴巴这种策略了，而是直接卡喉咙。那种感觉你可以想象一下生吞一颗荔枝或者一个榴莲是什么后果。但是河豚的气球神功也有被破解的时候，比如这群海豚把河豚当球踢来踢去，嗨得要死。再比如碰上了长毛皮皮虾，终于知道用针扎河豚是什么后果了。还比如碰上了人类大魔王，变成擦鞋布，毫无尊严。河豚百毒不侵，吃蜈蚣，吃蝎子，像吃面条一样吃毒蛇，它都不会中毒。同时它也是用毒高手，它体内拥有脊椎动物中毒性最强的毒素——河豚毒素 TT 叉。这种毒素简单有效，直接阻断神经信号的传播。用手摸，手会麻麻的；用舌头尝，就像吃了一把生花椒一样，又麻又兴奋。科学家说，那些把河豚当球踢来踢去的海豚，就是在磕河豚，又麻又兴奋，让自己嗨起来。最新的研究表明，如果人类可以完美控制 TT 叉的毒性，那么它将成为最高级的麻醉药，一次注射就能持续3天的局部麻醉。比如剖腹产，一针下去，从你生孩子到缝合，再到初步愈合，3天以后伤口都好的差不多了，你才开始感觉到伤口上那最后一点点疼痛。主要是这种止疼机制还不会上瘾，这简直就是最极品的止疼药和麻醉剂啊！但是人类现在还无法完美的控制 TT 叉。如果 TT 叉过量，那么它将是比氰化物毒性强1200倍的致命剧毒。一滴水的1/40就足够杀死一个成年人。而且 TT 叉的毒性至今无药可救，如果超过致死量，先是感觉嘴唇和舌头很麻，然后这种麻木感会蔓延到脸部和四肢，接着身体感觉轻飘飘的，呕吐、头晕，甚至晕厥。再然后神经信号被彻底阻断，心脏失去神经信号以后会停止跳动，呼吸也会骤停。整个过程最快20分钟，最慢8个小时。但是如果 TT 叉的剂量控制精准，那么神经信号不会被彻底阻断，
同时 TT 叉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它无法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于是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一种奇特的中毒现象，那就是身体的心跳、呼吸降至极低，看上去就像死了一样，但大脑还清醒。你将眼看着家人把你关进棺材，埋到地下，大概中毒3天以后，你会从棺材中醒过来。根据这位科学家的研究，海地的巫毒教就是在用 TT 叉制造丧尸人，把棺材里的活死人挖出来，这样他们复活，变成听命于毒尸的行尸走肉。这么凶残的魔王河豚，却长着一张萌物脸，人畜无害，看上去真的就像在生气一样，忍不住就想咬一口，然后你就知道然后了，不是被毒死，而是感叹一句：真的太好吃了！究竟有多好吃？据说这种美味叫做死了都值得。就像要嘲讽人类一样，河豚大大方方地把美味基因写在身体里，来呀，吃啊，同归于尽啊！真想不到，眼前这个萌物竟然有这么深的心机。科学家还说，河豚的萌也是写在基因里的代码，它还是个天生的艺术家。雄河豚在求偶的时候，会花上好几周的时间在水底画一个麦田怪圈。雌河豚会根据怪圈的品味来和雄河豚交配。雌河豚把毕生的毒素全部注入到鱼子当中，产在怪圈里。没有生物敢吃这种剧毒鱼子，人类也不例外。据说有一个河豚师傅在剔牙的时候突然暴毙，事后法医从他的指甲盖里面发现了一粒残留的河豚籽。河豚籽剧毒中的剧毒，但也是美味中的美味。在美味面前，人类如果退缩，那绝对称不上大魔王了。4000多年前的古埃及壁画浮雕上就有河豚，考古学家们甚至在一位法老王的陵墓中发现了半锅河豚汤。有专家说，古埃及人把河豚当保龄球玩，也有专家说，那个贪吃的法老王一定是和他陵墓中的河豚一起被下葬的。远古中国的《山海经》中也记载，在亚语居住的那座山上有一条河，叫做敦水。敦水向东流，在乐浪国的雁门注入了一个海陆交汇的水域当中，这里有一种鱼叫做贝贝，食之杀人。专家说，这个贝贝就是河豚。古埃及人已经灭绝了，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真的有拼死吃河豚的传统，但中国人这个我们太熟悉了，吃一口美味的河豚，死了也值得。这句话就是苏东坡说的。无法抗拒美食诱惑的魔王基因正在我们每个人体内隐隐作祟，想吃又怕怕的。至于中国人吃河豚究竟有多野，我们后面细说。先来看看比较清口的日本人怎么吃河豚。日本有一首俳句叫做自己看，这很日本，惊心动魄又美味，绝对是吃河豚时候的心情。原来我有一个朋友去过一家很野的日料店，店里有和河豚合影的服务，你要吃哪只可以先和哪只合影，发个动态，看在动态里朋友的照片，突然有种刺激感，这一口下去不会真的有事儿吧？在日本有200多年的时间，官方是严令禁止吃河豚的，至今河豚也都是禁止天皇使用的食材。说是丰臣秀吉那会儿统一了日本，准备跨过海峡征服大陆，结果部队还在集结的过程中呢，就有很多武士因为吃河豚嗝屁了，军心大乱。丰臣秀吉从此禁了河豚。直到200多年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到了下关，这天夜里下着大雨，伊藤博文被困在一家酒肆当中，老板娘实在买不到什么新鲜的食材了，索性就让伊藤博文尝了个鲜，来了顿惊心动魄的美味。伊藤尝完以后，以首相的身份废除了持续200多年的禁豚令。直到现在，下关都是日本河豚文化的重要集散地，下关也就是马关。5年以后，伊藤博文又来到了下关，这次他喝着河豚汤搞定李鸿章，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日本最极品的吃法是河豚生鱼片，河豚师傅们会把生鱼片切得像纸一样薄，摆成好看的形状，端上餐桌等你下口。日本的这些河豚师傅都是要至少经过5年的训练才能持证上岗的，绝少会让食客们中毒。但是也有传说，日本法律条款里是允许持证河豚店每年发生2起中毒事故的，这真的是玩心跳啊！其实大概在伊藤博文的年代，科学家们就已经破解了河豚毒素的秘密，人类大魔王有办法在品尝美味的同时防止中毒了。最开始科学家们发现河豚的毒性会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于是
科学家们就怀疑河豚的毒素并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因为它太能吃了，在海里吃了太多的毒物，自己又百毒不侵，这些毒素累积在河豚体内，反而保护了河豚。这个猜想后来在南环章鱼的体内找到了证据，这种章鱼的体内竟然有和河豚一样的毒素。进一步研究，科学家们发现河豚是在利用细菌和其他生物体体内的毒素，在自己体内炼制毒药。这些毒药只存在于河豚的血液和内脏当中，血液较少的鱼肉和鱼皮毒性并不强，人类食用是安全的。接着，科学家们给出了一组河豚毒性的表单，最毒的是鱼子，这是河豚为了保护自己的后代。第二毒的是肝脏，这是因为肝脏是解毒存血的器官。再是血液、胃肠道、眼睛、鳃和脑子。河豚师傅们主要练习的就是如何不让一滴血、一点点内脏残留在鱼皮和鱼肉上。最不毒的就是金槽鱼皮和鱼肉了。金槽被叫做白子，雅称西施乳，日本人眼中的顶级美味。鱼皮凉拌，鱼鳍泡酒，据说这个凉拌才下酒，好喝的欲仙欲死。鱼肉最极品的用来切生鱼片，一口下去不仅是味觉的享受，还有肾上腺素飙升的刺激感。普通的鱼肉和鱼骨一起炖汤，这是日本的火锅之王。日本的河豚师傅们会在处理河豚的时候，用一个专门的铁箱子来装这些内脏，箱子还要专门上锁。每一个器官都有标准的处理手法和流程，一般处理一只河豚需要花1个小时的时间和60升的清水。有了这样严格的标准和规范，也就能保证食客的安全了。在长江上有一个叫做扬中的小岛，这里有世界上最狂野的河豚食客。看着日本人小心翼翼吃河豚的样子，扬中人笑了。他们会说河豚不毒扬中人，鱼皮有毒不能多吃，扬中吃法必须整张鱼皮一起红烧，鱼眼睛不能吃，这道鱼眼炖蛋可是极品美味。肝脏是日本法律禁止食用的部位，扬中人可以生吃河豚肝。科学家都说河豚子吃了必死，致死量1到3粒，但是有一家扬中河豚馆常年免费提供油炸河豚子。据老板自己说，他有一种能破解河豚子毒性的秘方，这个秘方是他花了30多年的时间用动物和自己的身体试出来的，绝不外传。他店里的河豚子都是安全的，还真的有很多人去他店里吃过河豚子，把感言写在一本册子上。听说是吃之前就得写好的，总觉得有点怪怪的。扬中有位老师傅是这么解说处理河豚的标准的：第一，手上一定不能有伤口；第二，这把剪刀一定要又轻又狠，一刀下去不能吃破内脏，一粒鱼籽出来了跑到肉上面去，这条河豚就不能吃了。第三，掏出内脏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不能有破水，也千万不能被鱼刺扎破手。第四，脊椎上残余的黑色淤血一定要再来一刀，彻底放干净，还要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冲洗完后，把鱼皮包成这种圆环的形状，挂在竹竿上，让残余的血液继续滴干净。同时，扬中标准当中管理内脏的方法也和日本有所不同，那就是下锅前必须核实数量，一条鱼、2个眼睛、1副肝、1副子、1副肠子，各种内脏必须一一对应。最后一个问题，那扬中人为什么可以这么狂野的吃河豚肝、河豚子呢？有人说这是因为河豚养殖以后再也吃不到海里那些毒物了，养殖河豚体内已经没有任何毒素了。但也有人说扬中人是真的有某种解毒秘方，因为河豚在没有养殖前最正宗的扬中吃法就是在红烧前必须用河豚肝炼油，没有这个油浇上去就没有河豚味的灵魂，河豚也就和普通的河鲜差不多了。话说回来，全世界至少有200种河豚，日本政府批准食用的只有22种，中国批准食用的只有2种。看来人类大魔王最终还是没能征服河豚，大自然还在用这颗毒球告诉人类，面对自然，你并非无所不能。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河豚麻药比河豚火锅更值得研究啊。